你好，欢迎每天听睡前故事，我是阿狸。今晚我们要聊聊辛弃疾。在后世文人的眼里，他是那个笔落惊风雨的词中之龙。在语文课本里，他似乎只是个忧国忧民，偶尔蓦然回首的文弱书生。但如果你真这么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拨开这层文化滤镜，你会发现一个令人胆寒的真相。它其实是一把从北方冰原上淬火而生的绝世利刃。在真实的古代军事史上，他曾创造过一个极其离谱的战绩：黑夜之中50名骑兵硬生生冲进5万人的正规军大营，他们不仅毫发无伤地生擒了敌方主将，还顺手策反了上万名敌军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写词的文人，这是一个让金国头疼了半辈子，让大宋害怕了半辈子的无双怪物。今晚请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段血与火的故事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这样一位战神归来，朝廷理应交给他10万大军去横扫千军。但南宋朝廷看着这个战力满级的年轻人，看到的却是一个随时可能掀翻金銮殿的嗜血修罗。一场漫长且残酷的体制绞杀就此拉开序幕。那场神级突围的因果，还要从一场惊险万分的潜伏游戏说起。公元1140年，北方的风雪极大，这位大宋最锋利的刀刃出生在山东济南。那一年，一条刺眼的界线横穿中原，南方的大宋朝廷偏安一隅，权贵们正忙着在西湖边圈地修建别墅，而北方的土地早就换了主人。距离那场折断民族脊梁的靖康之耻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。从法律意义上讲，辛弃疾出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金国人，他的籍贯在金国，他呼吸着金国的空气，他的祖父辛赞是金国谯县的县令，一个标准的体制内中高层官员。老人每天穿着异族的官服，对着北方的皇帝行礼。但在那身体面的官服下，却藏着一颗极度煎熬的心。作为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伪官，这份屈辱像一根生锈的毒刺，扎了他10几年。老人看着襁褓中的孙子，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决定，他要把这根毒刺连同对故国的狂热全部塞进这个小男孩的骨髓里。别人的孩子在暖炉旁背诵《论语》，辛赞却经常带着年幼的辛弃疾去爬最陡峭、风最冷的山头，一老一少站在悬崖边，寒风刺骨。老人指着南方的大雪和山川，突然痛哭流涕，滚烫的眼泪砸在少年的衣服上。他一遍遍地告诉辛弃疾，那边才是我们的故国。在这里，我们只是任人宰割的牛羊。辛赞指着远处的黄河与太行山，让孩子死死记住河流的走向和山口的宽度，那是打回去的必经之路。这不是在教人作诗，这是在教一个孩子如何画一张杀人的军事地图。这种极端的教育太沉重了，他的世界里没有西湖垂柳，只有沦陷区的风雪和近乎疯狂的复仇执念。辛弃疾很快变得沉默且强壮。当同龄人伤春悲秋时，他的眼睛已经在盯着路过的金国骑兵，暗自计算着马匹的耐力和铠甲的厚度。时间来到公元1154年，14岁的辛弃疾接到祖父的任务，去金国首都燕京参加科举。3年后，17岁的他又去考了一次公务员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汉奸家族的升官进阶之路，但其实这是一场打着考试幌子的最高级别军事侦察。少年孤身走进这座戒备森严的敌国心脏。白天的考场很冷，他坐在逼仄的号房里，提笔写下对金国皇帝的赞美之词。那是一种极度撕裂的体验，笔尖流淌着阿谀奉承，大脑里却在推演如何用大火把考场烧成灰烬。他写下的每一句赞美，都在心里转化为更深一层的杀意。到了深夜，客栈门窗紧闭，他在微弱的烛光下，凭着惊人的记忆力，画下燕京的城防部署图，兵力换防时间表和粮草库的具体位置。考完试，他没有回家，而是整天泡在满是马粪味和劣质烈酒味的酒肆里。他穿着绸缎衣服，却能和断指老兵、私盐贩子、底层官吏推杯换盏。他倾听他们被压榨的愤怒，记录着各种地方情报，那个堪比硬盘的大脑存下了无数机密。这些酒桌上的亡命徒成了他日后最初的人才储备库，在敌人的心脏里花着敌人的钱，冷静地测绘如何埋葬这座城市。一旦暴露，就会被千刀万剐。但这几年的特工生涯，他毫发无伤地活了下来。他彻底蜕变成了一个具备极高军事素养、缜密逻辑和残忍眼光的职业猎手。祖父没能看到胜利的那天，带着遗憾闭上了眼睛，但那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在他的胸腔里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公元1161年，晋国皇帝完颜亮撕毁和平协议，下达全国总动员令。为了拼凑60万超级大军，北方的青壮年被抽干，铁锅和农具被砸碎，打造成刀枪。大军南下后，身后的广袤土地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。21岁的辛弃疾闻到了空气中即将引爆的火药味儿。他脱下体制内精英的长衫，换上粗糙的铠甲，短短几天，2000个走投无路的北方汉子拿着生锈的铁片，跟着他走进大山，竖起了起义的大旗。为了在残酷的环境下生存，他冷静地带着队伍投奔了山东拥兵10万的起义军首领耿京。为了壮大声势，他还拉拢了一个叫异端的不良和尚入伙。耿京很识货，立刻任命他为总参谋长兼机要秘书。然而危险却从内部裂开。那个吃不了苦的异端和尚在深夜盗走了起义军的大帅印信，连夜逃亡，企图投降金军。印丢了，军心就散了。耿京怒火冲天，拔刀直接架在辛弃疾脖子上，要连坐砍头。大帐里空气凝固，所有人都在看他如何求饶，但辛弃疾连眼睛都没眨。他极其平静地说：“给我3天时间，拿不回印你砍我的头。”他没带一兵一卒，提着刀单枪匹马冲出大营。凭借可怕的情报分析能力，他直接抄小道，死命抽打战马，拦住了满脸惊恐的异端和尚，双腿一软，滚下马背，大喊：“我知道你的底细，你是轻师转世，不要杀我！”但辛弃疾没有任何废话，没有道德审判。他走上前，手起刀落，一声闷响，和尚的头颅滚落泥土。他摸出帅印，揣进怀里，把人头拴在马鞍上，骑回大营。当血淋淋的人头扔在帅案前时，几十万粗鄙军阀彻底安静了。这一刀确立了他的威名，证明了他杀起人来比谁都狠。因为这份冷酷的果决，耿京派他南下临安面见宋高宗，请求朝廷正式收编。22岁的辛弃疾第一次踏上南方的土地，看着雕梁画栋，闻着淡淡的沉香，他感到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。朝廷大笔一挥，封了官职，他怀揣着收复中原的狂热梦想，跨上战马，日夜兼程往回赶。但他不知道，命运总是喜欢在最接近巅峰的时刻抽走梯子。当他抵达海州时，几个浑身是血的逃兵带来了一个如坠冰窟的消息：起义军将领张安国刺杀了耿京，割下主帅头颅，带着最精锐的部队投降了金军。庞大的武装一夜间灰飞烟灭，辛弃疾孤零零地站在荒原上，手里攥着南宋的任命书。他完全可以转身回南方，做个体面官员，去西湖边喝茶，但他骨子里的血液在疯狂嘶吼。北方的规矩是血债必须血偿。他找回了当初跟着他出来的50个死士，50个人，50匹马，刀锋直指驻扎5万金军的冀州大营。那个叛徒张安国此刻正坐在5万人的正中央，喝着美酒。这不叫战斗，这叫集体自杀。那个没有月光的黑夜，冷风像刀割一样。辛弃疾带着幽灵般的骑兵，悄无声息摸到大营边缘，他选择了最狂暴的正面强突，50匹战马像锋利的手术刀，瞬间切开外围防御。雷鸣般的马蹄声和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引发了炸营的恐慌，金军以为南宋主力打过来了，陷入自相践踏。辛弃疾的眼睛像鹰一样锁定中军大帐，在血路中撞开帐篷，他一把揪住还在发僵的张安国，像拎小鸡一样死死捆住，扔上马背。得手后是最危险的时刻，只要金军反应过来，他们就会被剁成肉泥。但辛弃疾骑在马上，提着滴血的长剑，对着周围上万名降卒发出了降维打击般的怒吼。他大喊：“朝廷大军已到！不想当叛贼的，跟着我回南方！”在主将生擒的巨大视觉冲击下，上万名士兵竟然真的放下武器，跟着这个22岁的年轻人冲出大营。他们连夜狂奔，跨越千里，把叛徒活生生地押到了临安菜市口，当街斩首。这场连说书人都不敢编的史诗级奇迹，彻底震惊了南宋朝廷。但宋高宗坐在皇宫里，后背却渗出了一层冷汗。这个国家的底层代码就是防范武将。当年岳飞声望太高，就被杀死在风波亭。现在来了一个能在5万敌营里捆走主将的修罗，皇帝和文臣们怕极了，他们怕他哪天不高兴，带着人把临安城的皇上也绑走。
一种深深的恐惧在王朝高层蔓延，于是朝廷不用刀杀人，他们用体制杀人。22岁的辛弃疾没有等来10万大军，等来的却是一纸江阴签判的任命书。朝廷打散了他带回来的上万名降卒，给他发极高的薪水，穿上体面的官服，然后把他死死摁在狭小的办公桌前。你不是能万军取守吗？去偏远县城管偷鸡摸狗的烂账，那双掐断叛徒脖子的手，每天被迫捏着狼毫笔在公文上画圈。辛弃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，他在深夜点起孤灯，疯狂地写求职信。他把所有的情报和推演写成了《美秦时论》和《九义》，这几万字是最高级别的绝密战略规划。他精确计算了行军路线和粮草成本。但皇帝看了只评价一句字写得漂亮，就塞进了落满灰尘的档案馆。他终于明白，面对的是一堵由懦弱和猜忌砌成的厚厚棉花墙。朝廷像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，听到北伐兵权就本能发抖。他们把辛弃疾当成极其危险的猛虎，小心翼翼地喂肉，但绝不允许他走出笼子半步。在接下来的近20年里，辛弃疾像一块砖，被不停地搬来搬去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展现出恐怖的行政效率。他是个完美的基建狂魔和治安专家，剿匪连正规军都不用，几天就杀得干干净净。但他越能干，朝廷就越害怕。公元1180年，40岁的辛弃疾调任湖南，平息了一场茶商叛乱后，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他要凭空造一支特种部队，名叫飞虎军，中央户部1分钱不给。他直接下令节流税收，把权贵叫到官府强行摊派，不给钱就派兵封门。几个月凑齐了钱马和2000名彪形大汉，他在长沙修筑宏大的军营。朝廷彻底炸锅了，言官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，弹劾他拥兵自重，企图裂土封王。宋孝宗惊呆了，下达800里加急的金牌诏书，让他停工。岳飞曾妥协退兵，但辛弃疾是敌战区爬出的孤狼，他连看都没看诏书，直接锁进抽屉，对着钦差笑说没收到。梅雨季节天天下暴雨，他下达野蛮高效的命令，直接拆老百姓废弃房屋的瓦片，在工地搭雨棚就地烧窑。他亲自拿着鞭子站在泥泞里监工，仅仅30天，一座城墙高耸的飞虎军大营在暴雨中拔地而起，铁甲丛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，连金国正规军都感到了深深的忌惮。他以为终于有了一把劈开黑暗的利剑，但刚抽出一半，朝廷的铡刀就落下了，言官王令递上致命奏折，指控他杀人如草芥。朝廷根本不去核实，他们只需要一个替他出局的借口。41岁正是一个将军的黄金年龄，他被彻底剥夺了一切官职。交出兵符后，41岁的辛弃疾一路向南，走进了江西上饶的大山。他在带湖边买下大片土地，修建了极其奢华的稼轩庄园。白天，他穿着宽松的丝绸衣服，带着客人在湖边钓鱼，写下稻花香里说丰年。从外表看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心宽体胖的南方富豪。但这恰恰是历史最残忍的地方，朝廷用极其丰厚的金钱和巨大的庄园，购买了他本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岁月。他把恐怖的统御力发泄在盖房子和挖湖泊上，但白天岁月静好的面具，到了深夜就会彻底碎裂，当府邸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50岁的辛弃疾大口灌着烈酒，他摇摇晃晃地抽出那把生锈的铁剑。江南的空气很潮湿，剑刃上斑驳不堪。他在漫长的黑夜里产生了幻觉，他听不到蛙声，听到的全是北方军营连绵的号角声；他闻不到桂花香，闻到的全是战场的血腥味和烤牛肉味。他在微弱的烛光下挥舞长剑，写下了泣血的破阵子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这不是浪漫的诗句，这是一个被囚禁的战神发出的悲鸣，可怜白发生。他看着自己一天天变白的头发和松弛的肌肉，知道这把利剑正被江南暖风一点点腐蚀成废铁。中国文学史上最顶级的婉约与豪放，就是被这句名为文人的黄金枷锁硬生生给憋出来的。时间无情地碾过了20年。公元1203年，64岁步履蹒跚的辛弃疾突然接到了朝廷的任命书，权相韩董胄为了树立威信，发动了极其草率的开西北伐。他需要一个拥有极高抗金威望的吉祥物来镇场子，于是任命辛弃疾为镇江知府。哪怕心里清楚被利用，哪怕身体大不如前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奔赴前线。只要能摸到兵器，
死在阵前也好过死在软榻上。但当这位职业军人检阅北伐军时，他的心彻底凉了。面黄肌瘦的士兵，千疮百孔的后勤补给，毫无情报支撑。这根本不是北伐，这是一场毫无胜算的集体自杀。66岁的他拖着老迈身躯登上北固亭，望着滚滚长江，迎着北风。他想起了43年前冲入敌营的夜晚，那时他觉得天下都在马蹄之下，而现在他手里只有一支笔。他提笔写下了悲绝千古的永遇乐。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他是在向朝廷呐喊，我也还能打，但求你们不要盲目去送死。他连夜写下暂缓出兵的警告奏折。韩栋胄眉头一皱，几天后再次将他罢免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也是最残忍的精神凌迟。朝廷不仅拒绝了他的忠诚，还狠狠羞辱了他的专业素养。辛弃疾回到了江西，身体迅速垮掉。公元1207年的秋天，68岁的他病重弥留，所有人屏住呼吸，等待词中之龙的绝命诗。但床榻上的老人猛地睁开双眼，爆发出让人胆寒的凶光，他仿佛又回到了烈火冲天的金国大营。他挣扎着抬起右手，用尽生命最后一丝力气指向北方天空，发出嘶哑凄厉的吼叫：杀贼杀贼杀贼！吼完3个字，老人的手重重垂落，大宋最危险的特种兵彻底停止了心跳。历史的因果报应总是精准且荒诞。辛弃疾死后不久，南宋大军果然全线溃散，朝廷吓破了胆，砍下韩栋胄的头颅送给金国求和。辛弃疾的判断精准无比，但他不仅没能拯救国家，反而像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大宋被打断的脊梁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会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遗憾，一头真正的猛兽被关在金丝笼里，硬生生憋屈致死。他想用敌人的鲜血书写履历，现实却只允许他留下墨迹。从一个将军的世俗维度来看，他彻底失败了。生前没能收复1寸故土，长剑生满了铁锈。但是当我们把视线拉高，从800年的历史长河俯瞰，你会发现一种带着宿命感的悲壮补偿。历史的规律极其冰冷，肉体凡胎总会衰老，再精锐的军队也会打败仗。他建的飞虎军化作尘土，奢华的庄园烧成白地，连同大宋和金国通通被蒙古铁骑踩成碎片。世俗工业在时间面前脆弱得像受潮的窗户纸，可是他留下的东西活了下来。那些深夜流下的眼泪，那些发泄在宣纸上的苦闷，超越了王朝的寿命。600多首词句穿透时光，依然极其鲜活。朝廷以为用高官厚禄能锁住这头野兽，他们确实锁住了铁剑，但这把铁剑在极度的痛苦和挤压中，淬炼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锋利最硬的傲骨。现实世界的求而不得，恰恰成了精神世界不朽的开端。他没能收复南宋的半壁江山，含恨闭上了眼睛。但他死后，一个人拿着一支笔，却打下了中国词坛的半壁江山。那些无法在战场上挥舞的刀光剑影，最终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了永恒的归宿。晚安。